蜡烛攒不下来，担心复刻换不了，玩多长时间才可以养老？不知道接下来什么活动，怎么安排蜡烛？有以上疑问的玩家可以参考一下本视频。大多人总感觉蜡烛不够用，不知道复刻活动够不够，感觉很焦虑，不知道留多少蜡烛才不用担心，玩多久才能实现蜡烛自由？那咱们就计算一下。首先，我之前就做过一期光遇1年所有活动的视频，大家感兴趣可以点我头像回顾一下哈。9大活动加上每2周一次的复刻，按照时间来横列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这样来看，其实每个月大家都会经历一个活动的或者开端，或者收尾，或者全部，每个月经历2到3次复刻。咱们先单独标记出每个活动需要的蜡烛和芯，这里用的是这些活动上一次的价格，国服、国际服价格不一，大概统计，不要较真儿，并且这些价格也是统计了解锁的魔法节点在里边。目前消耗最少的是夏至日44个白蜡烛和16个芯，最多的是圣诞元旦的329蜡烛35个芯。至于复刻的话，咱们大致平均一下，150个蜡烛16个芯，这个价格差不多吧。这样的话，你在不跑图全兑换的情况下，保留479个蜡烛51个芯，完全是足以应付任何情况的。就算有贵的复刻，跑个1-2天也够了。好，我算出了数据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数据不应该是这么算的。对于新玩家来说，每天跑15根蜡烛，1个月是450根；每天跑20根蜡烛，1个月是600根。但是每个月都会经历2到3次复刻和处于一个活动中，蜡烛基本上是剩下一点儿，甚至是刚好用完。我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刚好用完的理解不应该是刚好用完等于攒不下蜡烛，而是刚好用完等于我每天就算跑15家蜡烛也能换完这些东西。咱们玩一款游戏不应该是以焦虑担心这种情绪来玩，毕竟是我玩游戏而不是游戏玩我。我们需要从游戏中收获的是快乐的情绪和某种感悟，所以我这里已经给大家统计出来了，你完全可以卸下焦虑担心的负担。今天觉得累了，我就只在奶奶饭挂个机；今天觉得元气满满，我就多跑几个图，只要保持15家就好，寻找享受光遇最初带给你的快乐和感动。当然，大家如果心不够的话，可以用网易云游戏多开带小号哈，直接用浏览器玩光遇，电脑端各有高清、高帧率、高配置版本。而且网易云游戏上线了一个演奏助手功能，可以直接在游戏里练习他人上传的曲子，也可以自己上传，真的是练琴利器。而且苹果手机也可以通过网页体验，网页打开不用下载，点开即完，不用考虑手机、电脑的配置，画质、帧率都不错。现在还有活动，最高可以获得648元的游戏基金。可能有人会问，那为什么我每天跑的也不少，怎么还是不够换呢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攒下蜡烛呢？咱们再来看这张图，其实这张图已经表明了一切。咱们首先在时间刻度上画一条线，这条线表示的不是你开始玩光遇的时间，而是你开始懂得攒蜡烛、换复刻、换活动，明白这个游戏。咱们姑且在下面称作入坑，这样便于表达。如果你是从10月底恶作剧日，也就是万圣节开始，到5月自然日，也就是地球日海洋节结束这个区间入坑，无论是期间的哪一天开始，第1个月内的活动和复刻肯定是换不完的。如果没安排好兑换，甚至第2个月也换不完。但是从第3个月开始，基本上都能换了。当然，前提是你每天至少跑15个以上的蜡烛。所以这里我建议大家，如果拉人入坑或者碰到萌新的话，让他第1个月的活动和复刻挑着换，只要能留下一点蜡烛，第2个月开始就基本能换全了。而且想要养老的话，也必须经历这个时间周期，当然摆烂除外哈。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来，这期间的活动总价非常贵，但是新增物品又很便宜，最贵也就105蜡烛。如果你经历过这段时间，并且活动复刻全换的话，身上只保留150蜡烛40芯就行，其他时间随意摆烂。毕竟周年庆、夏至日消耗不大，其他活动只换新增，复刻又很容易碰到有的，没有的随便跑跑就行。如果你是从5月自然日结束到10月中入坑的话，恭喜你碰到了光遇最佳的入坑时间。
你除了第一个复刻换不全，之后的任何活动和复刻你都能换全啊。这里不算新哈，毕竟没人护新，咱也没招。当然，国际服要从6月彩虹日之后开始算，毕竟国服6月是没这个活动的。想要能攒下蜡烛，也必须要经历这段时间周期。我可以肯定的是，活动复刻全部兑换还能剩下400家蜡烛的玩家，绝对都是经历过这个时间段的，就算去年入坑的也不例外哈。同时9月中旬之前也是毕业地图的好时机，这个时间段同样身上只保留150蜡烛40星就行，其他全部可以换常驻线组。最后再做一下总结，大家可以截个图。其实做这期视频的原因也是有粉丝问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，蜡烛怎么安排，那我干脆就把光绪生涯蜡烛消耗安排给大家做出来得了。明天更新破晓季正式攻略第1期，大家可以先点个关注哈，感谢观看，下个视频见。